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赵。今天我们讲投资什么样的标的才能实现财务自由。我在以前的视频中讲过，把钱存在银行跑不过通货膨胀，不能实现财务自由。只投资保守的债券，收益不高，需要很多本金才能实现财务自由。要想实现财务自由，最好的方法是投资至少能产生7%收益的股票，大盘被动指数基金标普500长期收益率10%左右。长期投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能让我们达到财务自由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基金的发展历史和如何投资指数基金。投资股票是一种高风险、高杠杆的事业。投资普通公司的股票需要花8到10倍的它的实际收益，投资高成长的公司的股票需要花50甚至100倍的收益都买不到。太便宜的公司，市盈率小于5的公司，很可能又是价值陷阱。我们买公司平均市盈率也要达到25倍，这就是说你用25倍的杠杆去投资一家公司，这要求你对公司有深刻的理解，对公司未来发展有很深的洞察力，才能保证投资成功。许多银行仅用10倍左右的杠杆，风险就很高了。投资个股风险极高，据统计，每年有3%的公司的股票消失。过去40年，超过一半的公司破产或者被并购。股市上超过80%公司股票平均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。投资一篮子股票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可能会有效的分散个股风险。基于这个理念，基金这个产品应运而生。1774年，荷兰人发明了第一支共同基金。1893年，美国人发行了第一支封闭式基金。1924年，第一支现代公募基金发行。基金规模发展很快，但是90%的主动基金公司用了很高的杠杆，或者频繁操作，或者选股错误，最终造成基金清盘。1933年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成立，要求共同基金必须在 SEC 注册，并在招股书中公开投资组合和收益。1971年，富国银行创立了第一个指数基金。1976年，约翰伯格成立了先锋集团，发行了低成本指数基金。1993年，更低成本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出现。2018年，富达公司发行了4支零成本的指数基金。可见公募基金竞争有多激烈。与公募基金相对应的还有私募基金，这里包括对冲基金、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。这些基金只对高净值人士开放，这些人能承受更高的风险，同时收费比公募基金高很多，至少2%的管理费加上20%的投资收益。好的私募基金甚至收取高达50%的投资收益。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讲私募，今天重点讲普通人容易买到的共同基金。共同基金又叫公募基金。共同基金通常是指主动管理的基金，它的好处是资金由专业人士来管理，费用通常小于1%，相对较低。投资方便，定期定额傻傻的投就可以。基金结算按当日价，每天只能交易一次。指数基金通常也叫被动指数基金或者叫被动基金，它是通常跟踪一个指数，不需要主动选股，所以成本更低，一般小于0.1%。ETF 可以像股票一样随时交易，
但不能定期定额自动的投，所以成本更低。ETF 又叫交易所交易基金，基金有很多种分类，按投资风险分类有收入型基金、保守型基金、平衡型基金和激进型基金。按照投资对象分类有货币基金、债券基金、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。按股票市值分类有小盘股基金、中盘股基金、大盘股基金。按照投资风格分类有价值股基金、成长股基金和平衡型基金。按行业分类有医疗、能源、信息科技、消费、基础材料、公用事业、工业等等。按地区来分类有全球型、单一国家型、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基金等等。还有其他投资衍生品的基金，比如2倍、3倍做多和做空 ETF、反向 ETF， 还有指数基金的期权或者期货，以及投资其他基金的基金叫 FOF， 还有上市型开放式基金 LOF 和按照退休日期设计的目标退休基金。基金的种类繁多，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基金呢？基金的同质化非常严重，所以费用是第一个考虑因素，然后长期收益率指10年以上的收益率是第二个考虑因素，换手率是第三个考虑因素。有的基金虽然 expense ratio 很低，甚至是0，但是如果换手率很高，产生更高交易成本和税费，所以一定要把所有的费用综合起来考虑。最后是选择基金经理和其团队，他的管理时长啦、投资策略啦、基金规模啦，以及长期收益的稳定性啦，还有流动性等等。Morningstar 就诚心给每个基金产品打分评级，你可以参考它的评估，一般4星、5星的基金都可以考虑。Expense ratio 费用率大于 1% 的基金或者 ETF， 我基本看都不看。10年以上的长期收益要排在同类基金的 top 20%， 换手率小于 20%， 越低越好。基金规模不能太小，否则流动性就太差。基金经理管理的基金至少10年以上，最好是3年、5年、10年，收益相对稳定，投资风格稳健，不追求短期高收益。基金经理不能有诚信问题。我为什么只投资低成本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或者 ETF 呢？根据统计，短期1-2年内可能有 50% 左右的主动基金能战胜市场指数，但是长期10年、20年以上 92% 以上的主动基金都跑不过被动指数基金或者 ETF。 主要原因是管理费、交易费、指数跟踪误差和税费等等。巴菲特在他的致股东信中曾在2008年出资100万打赌未来10年主动基金跑不过低成本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。真有一个主动基金经理去应战，给他对赌，结果到2016年验证了巴菲特的预测是正确的。5只主动基金收费极高，但是最终收益都远远低于大盘。巴菲特也多次建议普通投资者投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，像标普500就够了。他也多次建议普通投资者和他的家人用 90% 资金投资大盘被动指数基金， 10% 用于投资相对稳定的债券或者国债。对大多数投资小白来说，为了不被别人割韭菜花冤枉钱，投资跟踪大盘的被动指数基金或者 ETF 就可以了。比如跟踪标普500的 VFIIX、VOO
FXAIX、IVV 和跟踪纳斯达克100的或跟踪信息技术的 VITAX、BGT、QQQ 等等。其他的基金，特别是带杠杆的基金，一律不动不碰，只要定期定额傻傻的投，年复一年长期持有，坚持20年以上，财富自由不是梦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集我来回答基金实战中经常遇到的问题。谢谢，拜拜。